全球悼念6·4受难者，呼吁谴责中共暴行。天津大学爆发示威活动，学生齐喊打倒官僚。台日韩纷纷立法防堵中共窃取高科技机密，打倒中共恶魔征签留言精选。退党数据解析，三退总人数已达3.9744117人。退党声明精选，希望共匪早日灭亡。退党一波新生，本期人物熊江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退党洪流，我是瑞丽。今年是6·4天安门事件33周年，33年以来，中共拼命想让人们忘记那段历史。在中国大陆，他们想通过审查新闻、传播和宣传对民众洗脑，迫使人们忘记那段历史。在香港这个曾经一个唯一在中国主权下仍然能纪念6·4的地方，也因为中共对香港实施的所谓国家安全法，致使民众无法再公开悼念6·4。尽管如此，今年纪念6·4集会却在全球遍地开花，人们没有遗忘，也对残暴的中共不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为自由和民主而战仍将继续。中共不代表中国，它是西来幽灵。来到中国之后，大开屠杀，杀戮华夏儿女，三反五反，文革6·4，以及1999年7月20号开始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共在和平时期就迫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善恶有报是天理，目前中共既面临国际社会的围剿，内部也是民怨四起。中共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个关键时刻，认清中共的本质，远离中共，才不会随着它一起被历史淘汰。如今呢，已经有近4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并且推动三退大潮，一起迎接历史的新纪元。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的退党红事。源于1989年4月悼念胡耀邦的8·9民运，当年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上百万北京市民及学生，但是这个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却在6月4号被中共隆隆呼啸的坦克镇压下去了。尽管33年以来，中共封杀大陆境内所有的有关6·4屠杀的真相，但是全世界的人民仍然铭记在心。今年是6·433周年，国际政要等各界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悼念6·4受难者，声援今日仍在对抗中共暴政、追求自由的人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6·4受害者的努力不会被遗忘，美国将继续推动追责中共暴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声明，美国国会将履行承诺，支持所有在共产政权残酷压迫下的人们。自2020年起，中共禁止维园晚会，主办晚会的支联会被迫解散，致使今年公开悼念6·4绝迹香港。不过，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等民间团体表示接力香港，今年6月4日在台湾中正纪念堂举办6·433周年纪念晚会，民主抵抗集权，世界共称。这次台北6·4晚会聚集约2000人，为今年最大规模，其中涌入大批港人，包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纪念6·4的港大国殇之柱以3D 列印方式重建为3公尺的耻辱柱，树立在台湾的中正纪念堂。在台湾举办的6·4悼念晚会上，传出一阵又一阵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呼声。台湾朝野主要5个政党都发表了新闻稿或声明祈祷6·4。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脸书上感言：蛮横手段无法抹去记忆，我们更需要坚守民主价值，并且和共享民主自由理念的国际伙伴坚定互相扶持。除了台湾之外，全球其他很多地方也都纷纷举办活动，追悼6·4受难者，声讨中共。这包括英国伦敦、曼城、德国柏林、法兰克福、法国巴黎、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纽西兰奥克兰、日本东京、捷克布拉格等众多城市。在美国，很多华人聚集到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中领馆前，举办勿忘6·4活动。6·4大屠杀纪念馆特展也在华盛顿开幕，展品包括当年的照片、信件、学生使用过的帐篷、传单、旗帜、血衣等上百件珍贵资料和物品。
此外，2022年6四33周年全球联网纪念活动于6月4日晚上透过网络视讯举行，以坚持6四精神推动宪政民主为主题。89学院领袖王丹呼吁对抗中共。人血不是水，不能白白流淌。历史的伤痛不应该被默写的谎言和冷血的权力所掩盖。当年那些青年学子，他们的付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旅美中国民运人士王军涛表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百感交集，说百感交集就是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有悲痛的心情，而且我们还有一种渴望，就是希望把天安门广场再赢回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表示，虽然在共产党的暴力威胁下，人们不敢说真话，大多数老中青的人民都对共产党有负面的观察。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病毒清零政策、经济下滑等等，社会正积聚着、酝酿着更大的反抗运动。海外要做好配合宣传的工作，要有回国与人民共同反抗的准备。6四天安门事件纪念日临近，中国大学爆发抗议潮，抵制当局的极端封锁政策。继北京2所高校发生抗议活动之后，5月26号晚间，天津大学的学生因为不满当局的极端防疫措施而举行集会游行，并且高呼口号打倒官僚主义。此外，临近的南开大学也出现了抗议活动。在北京市疫情升温之际，临近的天津市5月25日突然管控升级，当局宣布位于天津市中心的和平区封区实施3天全域静态管理，并限制辖区内的人员及车辆流动。次日，与和平区相邻的南开区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在全区范围内展开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做到应筛尽筛，不漏一人。当局要求自5月26日18时起，停止所有经营场所线下经营活动，参加全员核酸检测。期间，全区实施非必要不流动，即市民不得离开小区、街道，所有居住人员保持相对静止。此外，当局还警告称，未在规定时间内参与本轮核酸检测的居民，健康码将调整为橙码。当晚，南开辖区内的天津大学的学生因不满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学生这个学期因为疫情上不了课，就等于这一年就荒废了，学业会受到影响。毕竟学生交了学费来学校。临近的南开大学的学生近日也在网上求助，并在校内进行抗议活动。有学生在校内大楼上悬挂大型标语，讽刺校方自绝于社会。有学生在校内的隔离墙上喷涂“我要当自由的大学生”。5月4日，还有学生在校内张贴反对继续封校的传单。长期以来，中共除了通过商业间谍和留学生窃取国际上的先进技术，还通过收买外国的大公司科技人员窃取商业机密。为了阻止中共的窃取行为，最近台湾、日本和韩国纷纷立法采取行动。美中贸易战中，美国曾多次谴责中共强迫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向其转让自己研发的技术。中共长期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导致美国每年损失惨重。多家中国高科技公司被美国政府列入商务部的实体黑名单当中，同时限制美国芯片和相关高科技技术出口给这些中国公司。而这些遭到限制的中国公司大多被披露背后都有中共的影子，例如华为、中芯国际和中兴通讯等。中共为达到先进芯片和科技自产目标，不惜砸重金要弄芯片大跃进，还加强挖掘关于高科技方面的人才。台湾、日本和韩国是主要目标。5月23日至26日，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展开了第二波针对中共商业间谍的侦查行动，在台北、桃园和台湾半导体重地、新竹等多个地区，共发现10家在台湾违法经营的中国公司或者研发据点，调查了70人次。调查局表示，在侦办过程中，发现这些公司涉嫌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许多中国公司为了规避台湾查办，伪装成台资和港商，并透过个人办公室与中企联系，或透过第三方投资公司和资金迂回的方式进入台湾。台湾立法院在5月20日3读通过修正国家安全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根据相关规定，在未来使用任何不法手段取得或泄露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经济间谍，最重可判12年有期徒刑，最高罚金1亿元新台币，约345万美元。还规定，任何参与国家核心关键的技术人员赴中国大陆前，必须事先经过审查会许可才可前往，且不得为中港澳和境外敌对势力所控制的相关组织、团体和人士提供任何的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据路透社日前援引日本官员的话说，日本政府要求大专院校对于外国学生和学者进行更严格的审查，防止重要的技术泄露给中共。这是为了保护日本的国家安全，同时也保障日本与欧美大学之间的交流。日本官员表示，近年来美国逮捕许多替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学者和学生，这给日本敲响警钟。在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今年2月宣布了一项加强韩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将在今年7月实施。这项法律要求对韩国国内的半导体、汽车、电池和显示器等12个韩国重点行业的外籍和韩国工程师的离职动向进行监控，目的是阻止中共进行人才挖掘行动，导致韩国的关键技术落入竞争对手手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2020年6月发起打倒中共恶魔的网络征签，征签网站上提供了超过29种语言版本。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230万人签名响应。自从2020年的6月以来，有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国30多个国家的民众在征签网站上留言，发表对共产邪恶主义清晰的认识。这些留言是生命对于中共邪党重新认识后，要求终结中共最彻底的声音。征签留言：我真心希望中国共产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遇到的中国人都是很有礼貌和真诚的人，但作为一群中国人，他们是不同的。我知道为什么会有所不同。我知道为什么学生和市民不得不在香港街头忍受警察和警察的暴行，离开香港逃往英国和台湾。我知道为什么人们在中国逗留时，不论日常生活如何，都会感到恐惧和不适。我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不可靠的形容词。当我在中国时，我可以100%地理解为什么这些中国人不知道我们在中国以外看到了什么。我知道在中国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在中国政府的打压之下。我们知道地下基督徒、主要维吾尔族人的穆斯林和法轮功修炼者面临着的艰辛，包括生命危险。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和一些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也在中国境外实施了这场迫害。我们知道中共影响了许多现象，包括当前的新冠危机。这些现象威胁着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并危及这些社会的成员。现在它应该消失了。一位来自韩国的签名者：我要对所有因中共遭受痛苦的人说，保持坚强，反对中共，为了你们的人权而战，发出你们的声音。只有我们一起努力，我们才可以打倒这些犯罪分子。托马斯，瑞典。
自从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上发表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每天都在持续的上升，遍及中国大陆以及华人世界的各类职业与人群，至今呢已经达到了397441317人。接着来看退党数据解析。自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即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良知觉醒运动三退大潮。在波澜壮阔的三退大潮中，总人数突破1亿大关用了6年8个月，突破2亿大关用了3年8个月，突破3亿大关只用了35个月，不足3年。截至目前，记者发稿时，三退总计人数为397441317人。自从2004年以来，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民众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上发表三退声明，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如今，在天灭中共的红势引领下，全世界全面清理共产邪恶主义的毒素洪流中，各国纷纷联手反击、追责围剿、解体中共的大潮中，人们对于共产邪恶主义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些声明是生命重新觉醒、重新获得新生后最真实的声音。被洗脑加入中共明真相后坚决退出。之前由于政治课的洗脑，我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共邪党。如今的上海疫情让我亲身体会了被共匪压榨是什么感受。上海百姓饭没得吃，病没得看，然而新闻中报道的却是一片歌舞升平。更可恶的是，反映上海市民呼声的4月之声惨遭共匪全力封杀，目前在墙内已被删得毫无踪迹。制片人因涉嫌颠覆国家罪被逮捕，就连仅仅是点赞转发这个视频都可能会被请去喝茶。中共邪党的暴政已经让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活得不如奴隶，我已经受够了共匪的剥削，因此我想退出中共邪党，与其划清界限，希望共匪早日灭亡。声明人李明宇，上海。受够了中共暴政，希望中共早日灭亡。对于共产党说过的话和做过的承诺要反着理解。说李文亮传播谣言，这谣言就是真的；说武汉病毒不人传人，真相就是人传人；说不封城，结果是封城封到海枯石烂，开历史倒车的中共倒台指日可待。声明人夏尔洛，深圳。加入中共这个邪教组织是耻辱。我们认清了中共这些年给中国和中华民族带来的危害，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当年加入中共组织是一个耻辱，我们决定退出一切中共组织。声明人刘翔宇、张新莲，美国。居住在三藩市湾区23年的熊江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家庭受到了严酷的迫害。1999年，在中共政权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他就开始向中国大陆打电话，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营救在大陆的法轮功学员。20多年以来，江兰一直在电话平台和旅游景点给大陆同胞们讲清真相。在这个期间，他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看到了大陆同胞的觉醒，他深感欣慰。他说：“不求回报，只想给你们一个希望的路。”我叫熊江兰。来自中国大陆，过去呢，我在大陆做了10年的高校教师，后来就去了广东谋求发展。那在那边呢，在一个大的这个外资企业，做人事做了几年，后来98年来到美国。我在大陆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但我知道他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被抓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办呢？我说这么好的人被抓了，那我得做点事情。那从那开始呢，大概2001年，从那以后呢，其实一直就后来打电话，就每个星期我至少会给大陆打1次电话。04年、05年的时候呢，后来就有这个就成立了那个退党中心，所以我们退党热线是很火的，当时很多人打电话来退。那跟这个民众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挺有意思的。
这刚开始的时候被人骂得很厉害，当然了，你碰到好的人就非常好，对你跟他讲几句呢，他就觉得说，哎呀，你真的是为我好哈。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对啊，我举着这个拳头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主义是什么？我说是啊。我说共产主义，你想想看啊，他那个共产党学院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是什么？幽灵是鬼魂呐。那你想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一个是中国人。我们是炎黄子孙，怎么认贼为父呢？变成马列子孙了。哎，有的人呢这样一讲他就明白了，他就说哦，他是啊，这么多年哈没想这个问题。对，2020年哈，大概1、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武汉这个疫情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武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因为一点小病到医院去看，然后就被感染了，因为中共一直隐瞒这个疫情，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真的就是求生的欲望啊，然后就打电话，就是说，哎呀。有些人呢听得很可怜的那个声音哈，就是根本就是已经说不出话，咳得很厉害这样。那在这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很着急啊，那么多人哈不明真相，那就跟他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哈，记住，那可以保命。那当然有的人不相信，这几句话怎么就可能呢？那天呢有一个人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这个，说你看哈，你在那边，在中国大陆，我在美国。那我跟你打电话，你怎么能听得见呢？又没有一根绳子拴着我们2个人，是不是？那你也知道哈，这是无线电波嘛，对吧？那么无线的电波它就是一个频率嘛，那么它一震动，你就能听见，我也能听见你说话。那法轮大法，我刚才跟你说了很久了，对吧？它是一个佛法，而且呢，真善人是带有宇宙的最高这个特性的，能量是非常大的。那你念动它的话呢，那当然的话，那这个频率的震动，那你身体你就好了。那你不单是这样的，这个《黄帝内经》也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那你想想看哈，你念动了以后，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也是没招了，那我就试一下，死马当活马医，真的很多人就好了。所以从那之后的话，就觉得呀，这个中国大陆很多的人哈，因为长期以来我也将心比心了啊！你受这个中共的这个教育，不相信嘛，不相信他无神论嘛。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这中共的这些高官哈，现在说老实话，95%的财产在这些高官的手里，你知道吗？对吧？而且他们的子女70%几是有欧美护照的，那孙子辈更不得了，其实90%几都有欧美护照的。那钱都存到外国去，为什么？他也知道中共这条破船随时会沉啊，对吧？他也想留后路啊，要跑啊，那骗这些老百姓啊。那就上次我打一个是医院的一个电话，那这个人的话呢，因为他有名有姓，对他的一个手机，那打过去以后呢，他就当时就说你是哪里的，好像很那个啥的哈。我说这个我是国外打来的哈。我说那个看见您电话哈，跟你聊一聊。他说，你知道吧？你被定位了哈。他这样说，当然我就笑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知道李登辉是怎么死的吗？他问我哈。后来我就笑了一下。他说你知道中国成立了一个什么组织？现在中国成立了一个什么组织？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暗杀的这种哈。后来我就笑，我就跟他笑着说，我说先生，我说你知道吗？我在美国入籍的时候，我大概10几年前哈，入籍的时候，移民官哈有面试。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一看哈，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恐怖分子，就是说你是不是恐怖分子。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下我就明白了，原来共产党员和恐怖分子是同等的。我说你说你在那个体制当中，你自己还不知道，你以为你很光荣，对吧？美国现在都禁止中共党员入境啊。那时候打电话正好前几天就是有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美国公民的父亲嘛，在洛杉矶的海关被扣留了。那当时已经到了洛杉矶，然后原籍遣返。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这事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他就是中共党员。我说他隐瞒了，我说中国人在这里谁敢说他自己是党员呢？
你现在中国大人什么都不知道啊，你还挺光荣的，我是个党员，你到国外都像个过街老鼠一样的。我说你看你的名字里有个善呢，你的父母亲哈也是想让你行善哈，你退出来你才有前途啊。他讲完了以后，他想了一下他说老实话，我不是党员。他后来跟我说，我说你不是党员最好了，你明白？我说团员，他说我小时候挺调皮的，他这样说，他说但是我戴过红领巾，他说你帮我退了吧哈。像这种就是说你一点一点跟他讲，他会明白。对，前几天呢，其实有一个女的，她那个就是当时呢，她问我，她说你是哪里的哈？我说我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我跟她讲，我一说有她，哇，真有这样的组织啊！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的？她就说，她说我在人民币上看到的，她看到我就打过来了。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实际上我们都是义工啊，我们都是想让中国人明白为什么要删退哈，那给人这样一个机会。我说你看到就是缘分。还有一些人哈，他就是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删退哈？他那个数字不太相信。那中共其实在99年以前的时候，他统计的数，除了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人在练法轮功。我觉得真实的数字应该比这更多。那这么多的人，而且在国外现在弘扬的，就这么多人在练。所以的话呢，如果一个人哈真的劝退个3、4个人，很简单的，对不对？有一个老先生，他呢那天就是他很激动，他看见我以后呢，他说哇，他说是前年的时候，这个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日嘛，然后他去这个看了这个国庆大游行。他说我才发现法轮功这么壮大，哇！他说又是有乐队呀，又是有鼓队呀，他说又是有这个花车呀，还有仙女呀，他说还有练功，怎么这么壮大，这么多人哈？他说跟我在中国大陆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他说法轮功这么壮大，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是如果去世界各地，你都会发现哈，那个法轮功在游行的时候都警车开道的。他说完全不可想象，他说我还以为法轮功在国外完全销声匿迹了，所以在中国大陆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因为在中共体制下，很多时候他就把人搞的就是说爱党就是爱国然后中共就是中国，所以他党国不分那要如果说真能看到，或者是说呢，你真能够就是接触到法轮功学员的话呢，我希望你真的能够静下心来看一看，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这样苦口婆心的跟人说。那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事情，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他们被抓、被打、被判刑，那甚至有些人被活摘器官了。像这种我认识的人就有，就是失踪了多少年了，大概05年的时候就失踪，到现在人都不见了，那到哪儿去了？中国大陆的这些事情就是说很多人他没有静心去想一想。那所以我希望就是在这里，如果说能看到这个视频的这个大陆的同胞们有的时候能静下心来有一首歌我想起来我就挺感动的。那首歌唱到说，我们为了谁风雨无阻，我们为了谁风餐露宿，站在街头的是大法弟子，手中的传单渗透着慈悲与辛苦，只为把你从危难中救度，明白真相，你才会看清前途。我们不是为了回报，只想给你一条希望的路。我们不是为了回报，只想给你一条希望的路。希望你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退出中共邪党，你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退党洪流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支持和收看。如果您想联系我们，或者呢想发表自己的反馈和意见，请您在视频的下方留言，或者呢请寄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ghl0808@gmail.com。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